Leave me alone! Ah! Ah!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在 Sony 他们众多系列里面有的这个日本制的协同，同时呢，它的价格相对其他的高端型号来讲又比较的平易近人。那就在我左手边下方的这个 Sony 2023年度的新款电视 X90L。那在我左手边的上方呢是2023年度的 X80L， 以及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左手边的外侧。分别有2台75寸的电视哦，那上面那台呢是2022年度的75寸 X90K， 那下面的部分就是75寸的 X95K， 所以大家可以待会在我讲的时候一直有这个 demo 的影片在播放嘛。我觉得主要就是可以给大家比较说，在这个 X90K 跟 X90L 它的一个亮度上的变化，以及呢这个 X95K 跟 X90L 的一个感受、色彩或者是亮度上的感受的比较。那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大家如果看到现在画面全黑的话，会看到在 X80L 的也许正中心也要在 X90K 的边缘的部分，它会有一个类似像灯光的倒影，或是有一个很亮的一个就是颜色。那个其实是因为我现在有场景有布上摄影的灯，那这个摄影的灯其实它在照的时候难免会有反光反射这样子，因为我为了要保存这个 X90L 电视画面的完整性，所以变成说只能牺牲一下 X80L。但在 X90K 的整个画面的75寸的完整性，我还是留得非常的足够的，所以就特别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到这个画面上有一个。X80L 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圆圈，那其实并不是电视有问题哦。好，那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角 X90L 了。首先讲尺寸的部分啦 ，X90L 今年它有推出55寸、65寸、75寸。那不同于去年的是说，今年有特别推出了85的 X90L，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电视的一个主流的尺寸。你说也许去年、前年的一个65寸，到今年可能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真正的是。越来越朝向这种大尺寸的电视去迈进了咯。那目前的大尺寸可能定义就开始是75寸，甚至比较预算的客人就是买85寸的这样子。好，那可能观众朋友第一个好奇的就是说，这个每年呢电视的推新款到底跟去年的款式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哦？那我觉得首先 X90L 跟 X90K 它们最大的差异的外观，我们先来讲起。今年的 X90L 呢，它用上了整个像是 X95K 的金属的边框。那你这样如果实体去看的时候，你这样摸一下会觉得，其实它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在视觉上，它会造成它更纤细的一种边框的感受。因为像去年的 X90K 的话，其实它的边框是有一点弧度的，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电视的这个边框相对来讲，它好像比较肥了一点呢？所以这个是外观的一个改进。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亮度的提升。如果大家待会可以看一些测试的画面，会发现说，其实 X90L 今年真的是稍微亮了一些，甚至它的亮度是朝 X95K 去做一个迈进的。当然，它还是差异在于说亮度还是没有达到那么的一致。那以及呢，它没有 X95K 的一个抗反射的涂层哦。但是呢，我觉得以亮度的表现来讲，今年的 X90L 你是会有感觉的。那第三个改进的地方呢，是它所谓的控光区域的这个数量的提升哦。那这个控光区域数量的提升，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不知道什么叫这个分区控光这个名词哦。简单讲就是说，你电视你在发光的时候，你的背后电视的背后它的背光层是有很多的灯泡的嘛。那今天简单来讲，你要表现一个这个左边亮、右边暗的一个2分场景。那如果你今天一台电视它没有分区控光，会发生什么事情？它背后的灯会是全亮着的。那背后灯全亮着，代表说你的这个左边暗、右边亮的场景，只能依靠你电视的这个液晶层去控制这个光线的通过。但是我们液晶他们在控制这个光通过与不通过的时候，其实它没办法做到一个实物上是很难做到一个完全的闭合的。所以你常常会看到有人说，我怎么电视的这个感觉常常会有光晕？或者是我的电视在暗部的表现好像不是那么的好，有时候这个是因为，它没有分区控光，或分区控光的数量没有那么多所导致的。所以呢，今年 X90它在这个
控光分区的数量上的一个加强，一个增多之后，其实它整个视觉上的暗部表现，它的对比度感受是更好的。那再加上它整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亮度的一个提升，所以也许你现在从这个摄影机的画面来讲，你就会感受到，X900的画面也许真的比较好看一些。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它的不同的方向，就是说金属的边框，然后亮度，然后分区控光的这个数量。那我们就开始从这个 X900的这个接孔，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其他的外观开始讲起哦。我们刚刚讲到 X900，它除了改用这个金属边框之外，其实今年 X900的背面，它的那个整个造型也像去年的 X95K， 就你会看到它的整个那个棋盘式的造型变多了这样子。那有人说这是对应它今年的分区数量变多，所以Sony也把这个他们的棋盘的设计也给它变得更密集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讲法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好，那接孔的部分呢 ，X900它一样就是一贯的锁式风格，什么意思呢？给2个 HDMI 2.1 的接孔，那再给另外2个 HDMI 2.0 的接孔，总共4个 HDMI 接孔。那这时候有人就问说，为什么 Sony 它都只给这个2个 HDMI 2.1 的接孔呢？我觉得 Sony 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哦，原来在它的世界里面，就是消费者呢大概就是接第一个 PS5 这个电视游乐器，就是你其他的什么品牌你都不要去接。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有这个第2个 HDMI 2.1，它有 EARC 的功能，所以你必须或者是大大的去增加你这个接一个好的音响的几率。那你要接音响的话，目前来讲 ，Sony 还有出这个 A3000、A5000、A7000，加上他们的 Sony 的 HT-A9， 所以呢，这个有带有这个 EARC 的 HDMI 2.1 的孔，就是留给音响的。所以这样接完了之后呢，其实剩下的这个 2.0 的接孔，就是留给你一些电视盒或者是你的 Switch。所以，坦白说，如果你是有电脑，同时有电脑，然后你同时有这个 Xbox， 那同时有 PS5， 想要接到 X900上面都获得最好的效果，那你可能要有一点点的失望这样。但是以目前的遇到的大多数的客人来讲，也许就是一台 PS5 跟一个 Soundbar， 还真的是刚刚好这样子。好，那接着呢，我们讲完了它的接孔。然后我再讲一下说它的一个背光的结构。那今年的话呢，它一样是采用这种，其实 Sony 他们家大部分都是使用这种直下式背光的一个结构，就是它的灯光呢是坐在这个萤幕的后方的。那另外一种呢形式就是所谓的侧光式的结构。侧光式的结构，大家常看到有一些品牌的电视，它为了追求电视的一个厚度的薄度的表现，所以它会把它的发光呢，就是发光的这个模组呢，坐在电视的上下侧。那这样子做呢，它变成说它的背后的结构就要有一些让光均的导光板啊、均光板，去让你的整个画面都有光哦。但是呢，一般来讲，如果你需要看到比较好的画面表现，大家会选择这种直下式的背光哦。那同时有人讲说，直下式的背光会比较有四个角暗角的这种现象。那我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说，的确。如果你今天你是打一个这种纯白的画面，那你会觉得说，的确 X900它四边会有一点点的这种暗角。但我会说，你在大部分的状况下，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它是不影响你的体验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你的视觉的重心会是正中央。假如说你看主角啊，看一些动作啊，那它的4个角也许不会是你专注看的一个线，就是看地方。但是如果当然你心里面有疙瘩，你一直注意它，那当然自然就避免不了啦。但是第二个要讲的是说，其实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像 Netflix 他们现在很多都是会有上下裁边的。那除非你看 IMAX Enhanced 的一个模式，那你就会看到整个满版嘛。那你上下裁边的时候，暗角对你来讲也不会形成是一个困扰。所以呢，基本上直接是背光还是给你一个更好的画质的感受。好，那讲完它的一个接孔，然后讲完它的一个跟去年的款式不一样的提升的地方之后，我们来讲一下 Sony 他们家的一些这种主流的技术，就是它的演算法啦。因为 Sony 常常都强调说，电视不是只有面板，不是只有这些硬体的配件很重要，这个演算法呢调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讲到演算法，讲到调教 ，Sony 他们今年使用的一样是跟去年 X90K 一样的 XR 晶片，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说，今年呢 Sony 他们有一个全新的升频的算法，叫做XR Clear Image。那他讲说这个东西呢 ，Clear Image， 它会在
杂讯的消除上以及动态模糊的解决上会再更一步的提升哦。那杂讯消除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有试过你在晚上用 iPhone 拍照或者 iPhone 拍影片的话，你就会发现，怎么影片当中有很多那种算是模糊的杂讯？那这个就是消除杂讯要做的动作了，它就会让晚上的那种夜景看起来更干净、更纯粹。那动态模糊的话，这不用讲，如果你有看一些运动比赛 ，NBA 啊，看足球比赛啊，那消除动态模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但特别提醒一点，就是说 ，Sony 他们在这部分呢讲说，这个 XR Clear Image 你要透过这个日后的韧体更新才会去做支援的。这就像之前 Sony 他们家对于这个 VR 还有可变更新率的支援一样，就是有些功能你要等待它一样。然后等待它一下，然后等它好了之后，就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感受。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也要稍微给它来小小吐槽一下。好，那 Sony 呢，其实演算法的几个方向，我们在之前的 X80L 上面就已经有讲了，不外乎就是一些生平嘛，然后运动补帧，然后还有色彩的这个方向。哦，对了，讲到这个色彩的方向啊。Sony 他们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做 Triluminous， 然后算是中文我忘记怎么讲，但它简单讲就增加它的一个色域，然后让它的增加色域的同时，让它的颜色变得更自然嘛。那在上期的 X80L 讲到说，这个 Triluminous 的技术还有用到量子点这个科技，但其实后来我有在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后，发现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应该说。在早期的支援这个 Triluminous 的部分 Sony 型号上面，它的确是用上了量子点，然后用上了量子点膜去改善这个广色域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到了近期的 Sony 电视来讲，它其实大部分的努力方向呢是在改善这个背光模组当中 LED 灯的一个荧光粉。那这时候可能就很多观众朋友就会好奇说，荧光粉，那量子点可能比较好理解一点，那荧光粉又是什么呢？其实就要从这种我们看到这个白光 LED 灯开始讲起哦。大自然当中的阳光，其实它的光谱的分布是非常均匀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人类很难做出像太阳光一样的白光。Leave me alone!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一般看到的白光的 LED 灯呢，它其实是利用欺骗你视锥细胞的一个魔术哦。简单来讲，白光 LED 灯呢，现在有几种做法，但是呢，有一种做法是说，我用蓝光的 LED 灯，然后打向了这个荧光粉，然后跟荧光粉被这个激发出来的一个其他颜色的光做混合之后，打到你的眼睛上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白光哦。那改善这个荧光粉呢，它主要有2个方向，就是说。增加它这个荧光粉的一个光的转换率，就是你光打到这个荧光粉上面，它可以发出几乎是不损失的光，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超导体想要做的事情是，就最近很红的那个超导体想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第2个呢，就在讲说，它希望把这个荧光粉呢，就是你光打到这个荧光粉，它所散发出来的光呢，它的光的色泽是更纯净的，在光谱上，它的频段呢是尽量。是固定的，不要说有太多其他的杂色去影响它的一个色纯度哦。所以呢，这2点的一个改善就是，会让你的电视看起来色彩上更自然，然后色域也更宽，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你也看得出来，其实 Sony 他们在这个 Triluminous 的一个定义上面是，坦白讲，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为了行销所专门做的一个名词啊，因为你看这个名词，它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它代表的一个。不同的硬体的一个技术，所以这看起来的确是为了行销而生的口号。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说常常看到，Sony 都没有一个什么强调什么，还有什么 QLED 啊，还有什么OLED 啊，或者还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坦白讲，就是 Sony 他们觉得说，这个技术的细节呢，当然只是我们一般消费者，也许大家是没有兴趣去知道的，但是你更要做的事情是勇敢的走出门，然后去体验一下 Sony 的产品哦。好啦，那讲了那么多呢，既然呢今天呢有这个机会，我们同场有这个 X90K， 有 X95K， 还有今年度的 X90L， 我觉得呢就让这3台电视各播一小段的画面，让大家去稍微比较一下。因为你说 X90L 去跟 X95L 比，我觉得那大家应该都一看就会觉得有差异。大家更好奇的是说，跟去年比 ，Sony 有没有
同样的这个有没有什么进步？好，那我们就来看几段这个试播的画面吧。 양질의 교육을 실천함에 있어서 국가 발전에 이바지할 수 있는 보다 나은 인재를 양성하고 2015년 그의 봄이 양질의 교육을 실천함에 있어서 국가 발전에 이바지할 수 있는 보다 나은 인재를 양성하고 2015년 그의 봄이 양질의 교육을 실천함에 있어서 국가 발전에 이바지할 수 있는 보다 나은 인재를 양성하고 2015년 그의 봄이好，那我们刚刚看完了3台电视的比较之后，我们就要来进行一个总结了啦。那我觉得其实今年的这个 X90L 或者是以往的 X90系列，我觉得的确是在 Sony 系列电视里面算是 CP 值比较高的一款哦，因为它同时有着这个算是它的高阶款有的功能它都没有缺席，然后它跟它的一些入门款或 X85系列的电视的视觉上的差异也蛮大的。那我觉得特别要讲就是说，像我在看这个《黑暗荣耀》它第2集晚上女主角那个在海边脱外套片段的时候，我一开始看X90L 啊，我那时候我真的是一看就想说哦，它的到晚上的时候，它的那个衣服外套的一些细节都还是那么的清楚，然后那么的亮，然后呢跟同样的 X85L 跟这个 X80L 一比，哇，那整个就天差地远。但是呢，这个片段呢，我后来又拿了这个 X95L， 然后也拿了这个 Sony 更高阶的 A80L 的 OLED 去做一个实验哦。那我这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点，就是说，怎么同样一个这个在河边、在海边脱外套的场景 ，X95K 看起来主角的外套或A80L 看起来那个是比较暗的，但同时呢，这个在 X90L 上面。这个主角的衣服就比较亮，那我一开始想说，这个是难道 X90L 比较厉害吗？但我后来转念一想，这其实就是 Sony 他们调教的一个展现的方式。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其实像这种X90L， 它的也许它的整个的对比度没办法像它的高阶的 X95L 或者像 OLED 一样那么的好，但是呢，它选择它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场景下，它去尽量去控制住晚上那个夜晚场景的黑夜的暗度，但同时它把那个主角的衣服呢去做一个提亮，它主角的肌肤去做一个提亮。因为像 X85L 跟 X80L， 它是直接用它本身的硬体下去做这个暗部的展示，有点像是直接去正面做对抗，但是实际上发出来的那个效果，很多人就会说，怎么就是一到那种晚上的画面就看不清楚了嘛？所以 Sony 他们这个 X90L 演算法，我后来想想，其实它就是有点像你在那种剪辑里面去拉暗部的亮度一样。那这个有人就会讲啦，那这样不就跟电影那个原本的意象就原汁原味就没有那么的纯粹了吗？那我要讲就是说，其实，在消费市场里面，大家很多时候还是看的一个，就是应该说大家看的开心，就有时候比那个看的准不准或看的它是不是原本的意象那个就是来的重要，因为毕竟有真正看过导演在看的荧幕的人，那可是非常稀少的，就是连导演自己有时候。他在家也是用正常消费级的电视在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手边都准备一台这个 Sony 100万的监视显示器 HX310去来监看他所有的一个，不管是他录影录完的成果啊，或者是现在串流平台的一个画面这样子。那简单来讲，我觉得 X90 有一个调教还是给消费者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的。那当然，在今年的一个宣传上面 ，Sony 把 X90 就是讲说它是一个完美的游戏的电视。那当然，我觉得它其实也不只定义它是一台完美的游戏电视，它同时也定义它是一个完美的看电影的电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它就是又能看电影又能玩游戏的最完美的电视嘛。那当然，行销的话是这么讲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 ，X90L 它在跟 PS5 连接的时候，的确它会合作的更加的和谐。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这个官网上面，你会看到这个Sony 写说X90 它支援这个跟 PS5 连接的时候，有这个 HDR 色调对应的功能哦。那色调对应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好像说，你今天你出去跟人家相亲，那你一定会问人家一些资讯嘛，就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住哪里啊，然后你有没有房子啊，车子几部啊。但是如果今天你是跟你的弟弟妹妹、跟你的爸妈聊天，其实这些话你都不用问了嘛，因为你都已经非常清楚了。那这个东西呢，套用到这个PS5 与 Sony 电视的连接上，就有点像这样的原理。当 PS5 与 Sony 电视连接的时候，电视就会告诉 PS5 说：“我这台电视我有什么样的一个亮度的显示的能耐啊，我有什么样的一个色彩表现的能耐。”那 PS5 就知道说：“给我那么多详尽的资讯，那我在表现的时候，我就可以运作的更加的好，然后可以给消费者更好的一个画面。”所以自己家的一个搭配，其实还是有加成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几年来的高端电视的一个发展趋势，我觉得已经不太只是在影像上面做文章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影像的发展，你说现在的影像亮度再怎么提升，色域再怎么提升，但是你看你的源头很多时候是看 Netflix， 那它是一个属于比较不像蓝光片那么高画质的东西。但当然 Sony 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去推广高画质的一个串流内容，所以他们同时有提供了这个 Sony 电视的用户们一个新的串流平台，叫做 Bravia Core。那这个东西呢，就是 Sony 他们自掏腰包去把他们假如说 Sony 影业的电影啊，就是下档一阵子之后就把它丢到这个 Bravia Core。那它的画质呢，就基本上这个码率是媲美蓝光的碟片的。那这个东西呢，也是 Sony 目前在努力的，就是他们有拍电影，然后他们有这个串流平台，然后有做这个好的电视，希望给消费者就是最好的一个影音的感受。那同时呢，这个 X90 因为它搭配 XR 的这个智能芯片，所以呢，它也可以把这个同时搭载有这个 S Center 的功能，你可以接上他们家的HDA9、A7000、A5000、A3000，你就可以用电视去补足它的一些人声的厚度，然后整个声音氛围感会是更好的。所以可能很多品牌现在都是在主打说它可以有一个什么跟智慧家庭的功能啊，或是跟一些什么那种或是外观上更薄啊，更什么美观这样子。但我觉得 Sony 它在整个电视上面，它始终如一就走的一个是影像，一个是声音。那甚至在声音的部分，它还整个在环绕声上面，它还提供了一个像他们有做一个 NS7的颈挂式
这个环绕喇叭嘛。它现在可以说你用 Sony 的整个生态系的一些产品，像是1000XM5降噪耳机、降噪耳罩，你连接这个 NS7的无线发射器，你也可以听到整个这个环绕声场的一个表现呢。所以 Sony 的精神基本上很简单，就要给大家最好的影像感受、最好的声音感受，就是用 Sony 加生态系的产品，你这在影音的体验上就是极致的。所以就是日本的职人精神，在这个 Sony 的 X90 电视上面算是完整的体现。好，那这次的开箱呢，就到这边。那日后我们会陆续的把剩下的几台 Sony 电视录完。那同时呢，也会录上今年 LG 家的他们的一些 OLED 系列，三星的整个包含它的 QLED， 那这个 Mini LED 系列到它的最高阶的 8K 系列，我们都会陆续的做开箱哦。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有任何想听的、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留言哦。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